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咸阳的淳化县，这个地方非常独特。我们来说一下，我们经常走高速，知道高速路快方便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秦朝，就是2000多年的那个时候的高速公路是怎么样子的，可以称为是高速公路的鼻祖，也是第一条高速公路。我们来看看，就在我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秦朝那个高速公路的起点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航拍来看一下。秦始皇大家非常熟悉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。当时为了统治的需要嘛，秦朝当时有一系列的措施，像郡县制、那个车同轨、行同文，就统一文字各方面的措施，就是加强统一。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举措，就是修建我们常说的高速公路，就是当时是叫秦直道，也叫秦驰道。这个是文保碑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起点遗址，2000多年过去了，只剩下遗址了。从这里往北就是秦直道，700多公里。它是建的时候是秦始皇212年，建成的话日期没有具体的，一直在清朝之前还在使用，到清朝的时候逐渐废弃。它的作用是这样的：秦直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为防范和阻止北方匈奴的侵扰，命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，用2年时间修筑了南起灵光宫，北至内蒙古包头九原郡一条100多公里的军事要道，是南北通。它这个秦直道是由咸阳通往北境阴山间最捷径的道路，大体南北相直，所以称为直道。其中建造直道的多种说法，目的是可以这样说的，就是一是为了出行便利，另外一个就是运兵通道和交通要线，主要是军事作用为主。这个是张骞出使西域，张骞当年去西域的时候也是通过秦直道然后出行，所以当时那个时候秦直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昭君出塞也是通过秦直道，正如我们常说的出关一样的，所以这条道路在那个时候是国之命脉，就跟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是一样的，又快速又方便又安全。所以秦朝很多东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像这条道路，就我们说的第一条高速，使用了2000多年，在清朝的时候才慢慢的荒废。现在这个秦直道其实已经看不出来什么了，已经变成山沟了，经过地壳运动各方面的。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，为什么在2000多年一直都能使用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全部是用黄土夯筑而成的，而且有好几层结构。这个为什么？因为从秦朝到清朝大概2000多年，它每一段时间它这个路都会修复一下，所以我们就常说地质土地上面有秦朝的，还有1000年前的、500年前的，它有层次感这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其他的很多建筑都能发现。所以说古代工匠的技术确实先进，只是说现在全部变成这种山沟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的，就算经过雨水的冲刷，还是裂缝还差不多，这个就证明它那个时候的夯筑的相当结实。从这里延伸一北，前面那个就是甘泉山。其实在这里还是能发现，感觉这个黄土啊夯土还是有层次感的，我现在发现。但是这个深沟确实挺深的，有4-5米深可能，所以大家来这里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。但是现在还有点争议，很多学者都是认为，像这个秦直道起点不在这个地方，可能是在我们左前方这一点，但是大体方位是没错的，都是在以前这个甘泉宫遗址附近。700多公里，那个时候修一条这样的道路不得了啊，修一条这样的高速公路很了不起。在这个地方现在还修建了一些娱乐项目，就是重现当时秦朝运兵的状态，就是在秦直道上面怎么使用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天下第一道，第一条高速公路，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。这个前面就是一些模型，就是再现当年秦朝是怎么在驰道上运送兵力的。因为它这个秦直道的主要作用，一个是运送兵力，一个是巡查用的。这个就是大秦帝国的士兵在前进，前往北方防范匈奴。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，
孟恬当时率领30万大军在北方防范匈奴，后面扶苏也过去了，只是说他们2个人最后都死在北方，都是自杀。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秦朝上黑，汉朝也是上黑。大家要了解一下，在中国古代前汉的时候，龙袍不是黄色的，是黑色的。这是一匹马车，有可能是秦始皇巡幸的时候坐的马车。这个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有一匹马车，大家可以看看。近距离看一下，大家见过这样的马车没有？大家没见过的可以去那个陕博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看一看。大家想一想，在这样的崇山峻岭要建一条这样的高速公路，700多公里，是什么概念？而且它这个是1年4季都在修，所以说特别是冬天修这个更辛苦，所以古代的老百姓、古代的工人太了不起了。同样的，在这个700公里的道路上，有很多这种勤兵站，就是部队到达这里休息或者补给，都是在这个地方的。所以说很多这样的，大家可以看看。这个就是有像兵营，经常看电视就能了解了。